很多人觉得東京是一座很冷漠的城市，人和人之间总是保持着距離，街上的每個人似乎都很匆忙。但只要離開熱門景點，走進居民真正生活的街區，你就會發現藏在東京深處的人情味。這期的街拍呢，我想帶大家去東京3個生活感很強的街區。如果你也想深入逛逛東京，就跟我用1天的時間，從早走到晚，走進我眼中的裡東京。清早來拍的地方就是晴空塔。我們坐東武線來到葉州站，在月台上就能看到晴空塔了。出站以後，左手邊出來，大家可以守在這裡等一等，你就能拍到電車與晴空塔同框。那這裡班次很多，所以不用等太久就能拍到，大家可以放心來。從車站步行大約8分鐘就是京島南公園，這裡也被當地人稱作猛犸公園。最顯眼的是一座高達6.6米的巨大滑梯。那如果你跟朋友或者是男女朋友一起來呢，就可以拍到人物和晴空塔同框的照片了。那因為我是一個人來，我就不拍了，大家可以自行腦補一下站在這裡的畫面。這麼高的滑梯滑起來一定很刺激，但是這種小孩子才玩的東西，我就不體驗了。那滑梯這裡所在的區域叫做京島，地圖上雖然有京島這個地名，卻沒有一座京島站，所以多數人會從葉州或者京城葉州走進來，因為很少有旅行者專程尋找這裡。京島很適合拍攝東京夏町的陸地文化。那日本呢，把住宅之間細窄的小路稱為陸地，而這些小巷正是居民停放自行車、擺放盆栽、晾曬衣物和見面聊天的生活空間。那我們繼續往晴空塔的方向走，最後可以來到北時間川上的時間橋。水面平靜的時候，這裡能拍到完整的晴空塔倒影。晴空塔高634米，幾乎是東京塔的2倍，在東京東邊的很多地區都能看到它。所以機位呢就沒有東京塔那麼稀缺了，但至少你不用長時間的等待人群散開，可以悠哉悠哉的拍一些日系街道，所以我個人來說還是很推薦的。下一站呢，我們就要去一個生活感更強的街區，從晴空塔這邊過去要40多分鐘。好，我們從葉州來到三軒茶屋，這裡的街道就明顯的更有生機了。三軒茶屋這個名字來自於江戶時代，之所以叫這個名字，是因為當時這裡真的有3間供旅人休息的茶屋。幾百年過去，這裡依然是東京西邊最重要的交通節點。沿着連接三軒茶屋和下北澤的茶澤通往太子堂方向走，街道會慢慢從商業區過渡到居民區。道路兩邊呢，聚集着咖啡店、麵包店、居酒屋等等小店，在地感非常的强。東京女子圖鑑裡邊，23歲的林剛到東京時呢，選擇住在了三軒茶屋。幾年以後，她終於還是離開了這裡，搬去了惠比壽。那如果把這段劇情壓縮成一句話，就是她不想讓自己一直過三茶人生，安穩、方便、充滿日常，但還是離她想象的奢華東京有一段的距離。但對街拍來說，這種生活感恰好是三軒茶屋最吸引人的地方。離開車站呢，步行大約5分鐘，抬頭就會看到三軒茶屋最奇怪的地標之一，一隻巨大的大猩猩趴在樓頂，手掌上還坐着一個背書包的小女孩，整座雕像從屋頂垂下超過10米。這個大金剛已經存在了大約40年，也逐漸成為了太子堂的街區標誌。據附近的老店主回憶，它原本是日本電影拍攝時使用的道具，
後來機緣巧合之下被大樓業主接收，直接放在了屋頂上。那至于是哪部電影，現在已經沒有人能說得清了。回到車站附近，可以走進三軒茶屋最有代表性的三角地帶。這片區域夾在國道和世田谷通之間，裡邊分布着各式各樣的狹窄街巷。大家看到東京這種密集破敗的區域，不用想，肯定是戰後黑市發展留下的空間結構。高架道路外側車流不斷，走進內部幾步，畫面立刻變成低矮的居酒屋、舊招牌和僅容2-3個人通過的小巷。白天可以拍到店員搬桌椅和準備食材，那入夜以後，這裡會變成三軒茶屋最密集的飲酒區域。晚上來這裡點燈以後會更有感覺，而且街拍的要點就是環境越舊越出片，這是不變的真理。那第一次來日暮里，单純是因為覺得這個站名很好聽。據說江戶時代的人覺得這裡景色優美，即使待上一整天，直到太陽落山也不會厭倦，所以稱它為日暮之里。從日暮里車站西口步行大約5分鐘，就能走到西洋階梯，階梯朝向西洋，也能從高處看到整條谷中銀座。比較意外的是，沒想到這次來這裡，我真的在日暮里拍到了日暮，這真的是一個計劃外的巧合。那西洋階梯的下方，也就是谷中銀座了。這條商店街大約只有170米，卻聚集了約60間店鋪。那它在1945年前後形成，那最初承擔的就是附近居民買菜和購買日用品的功能。那如今呢，白天的谷中銀座已經是遊客尋找老東京的熱門地點。可樂餅、燒鳥和各種小吃店前經常排着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。而我最推薦的拍攝時間是日落前的1個小時。這個時候呢，遊客還沒有完全的離開，下班的居民已經開始買菜、買晚餐，店鋪也陸續亮起了暖色的燈光。旅遊街與生活街的2種狀態會在這一時間悄悄的輪替。太陽落下以後，天空中還保留着一點藍色，店鋪的燈光已經成為畫面的主體。等到天完全黑下來，許多店鋪已經結束了營業，街道也重新安靜下來。我們這一天的拍攝也在這裡接近尾聲了。也許東京最值得記錄的，不止在那些著名的地標裡，也藏在這些浦東街區每天重複卻始終真實的生活中。